用波浪理论如何分析当前比特币的盘面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从日线来看，我们之前有谈到过，我们现在走的呢是一波五浪的上涨。那为了准确性呢，我们用磁铁把这五浪呢都给连接起来啊。二浪回调我们走的很简单，所以可见啊，我们四浪会走的相较复杂一些。那我们走完四浪回调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迎来最后一浪五浪的上涨。那五浪它其实还是有可能走到4万多，将近5万的目标价位的，这是绝对有机会的。那我认为4万5、4万4是肯定有机会可以来到的。如果说我们五浪真的走出去了的话，那如果我们要走到更高的价位的话，我们就会需要第五浪它走成是一个延展浪。那这个就到时候再看了。那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第四浪会怎么走？因为第四浪怎么走呢？会牵扯到我们现在怎么走，还有我们要在哪边抄底，我们要在哪边可以有一个再进场的机会。那其实现在呢，我认为就是2种走法在做选择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我们之前有谈到的，就是我们走平台型嘛，平台型我们走335，也就是我们前面呢，我们先走一个3浪回调，走完3浪回调之后，然后再走一个3浪回调，走完3浪回调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再走一个5浪的下跌。如果说我们走的是平台型调整浪的话，那就会是这种走法的。那如果说是走这种5浪下跌的话，我相信呢，我们就可以跌到比较深的位置，那也会比较方便我们抄底，是这样子的。当然，也很有可能不是这样走的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对前高进行假突破。如果说我们又针对前高，我们就直接看 K 线。如果我们现在的行情呢，因为我们要走一个上涨的3浪嘛，我们必须走一个这样的3浪嘛。那如果说我们上涨的过程呢，我们突破前高了，那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就会走这样平台型的调整。那平台型的调整，我们就会走5浪的下跌，它就比较有机会见到比较低的这种价格。当然了，它也有可能不跌破这个点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因为你说穿头不穿头，穿脚不穿脚，这个确实从波浪理论它不一定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浪形是这样子。那如果不穿脚的话，也就是会在3万5的上方。那我认为3万5的话，也说我自己就会开始抄底了。我认为这个地方也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价位。那如果说它不走这种平台型调整的话，也就是它没有把前高给突破，那我认为其实现在呢，它感觉它不突破前高的这个可能性呢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它后面的这个上涨呢还是有点弱势的。我认为它要来突破前高是有点难度的。那如果说它不突破前高的话，那就比较有可能这个也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在想的，它就比较有可能走的呢是一个三角形的调整就是这样子 A B， 然后 C D E， 那走完1点之后呢 ，OK， 那我们调整就结束了当然呢，我们就只专注在4浪上面了。那这个4浪它就会走成一个三角形的调整，也就是我们的上边界呢很明确嘛，就在3万8。那我们的下边界它就是斜的，然后走完这个三角形的调整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会开启我们的第5浪上涨。当然，第5浪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，我自己是接下来一定会好好把握第5浪的这个机会的。所以1点呢就会成为我自己非常注意的一个点。那目前看来，这种走法呢，或许有可能是比这个平台型调整的几率要更高一些的，因为它真的有可能就不破这个前高。那当然了，我们现在的上涨其实它有一段是在假日所上涨的行情嘛，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留下 CME 的缺口了。我们来看一下 CME 现在的缺口，它是在我们现在的行情的下方一点点的位置，大约就在刚刚好像很迅速的补了一下呢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下面还是有一点点的，大概在36,600。那如果说拐头往36,600去的话，那我认为我们走这种三角，走这种5浪的这种三角，然后之后呢往上开启第5浪的机会就会变得更大。所以如果往下有好的点位的话，我自己其实就会开始慢慢抄底了，就可以开始慢慢分批建仓。因为其实在多头走势当中，它都是不等人的，好的多头走势都是不等人的。那如果等人的多头走势呢，通常都不太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 DXY 吧。DXY 现在呢，我们跌破了一个周线的支撑。当然了，你说 DXY 用技术分析去分析它，我认为效果不一定会太好，因为它其实最重要是跟着政策在走。那现在政策呢，货币政策转成这个样子，那你可以发现，我们现在美元开始走弱之后呢，其实就是美股还有比特币应该要走强的时候了，
你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换来日线的话呢，它也是跌破了一个很重要的价位。那这个价位我们现在在无疑的空头走势当中，那这个时候比特币跟美股这种资产啊，这种风险资产，很有可能就会迎来一波多头行情。那其实 DXY 美元指数啊，它跟比特币一直都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啊，也就是当比特币在上涨的时候呢，那美元指数它就会在跌。那如果反之亦然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拿两个图表来相做比较的话呢，我们下方放的是美元指数，那我们上方呢放的是比特币的图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当然，我们都换成周线了，我们来看到2017年那一轮的行情吧。我认为这里是蛮有代表性的，还蛮有代表性的。你可以看哦，好，我们2018年1月1号，当时美元指数它正在我们阶段性的低点，那我们的比特币呢就会在阶段性的高点。然后你可以看我们后面这一段，当我们的美元指数在上涨的时候呢，比特币它就迎来了熊市，这个时间周期是对的。然后美元指数在空头行情当中的时候呢，比特币它就开始疯狂的暴涨，我们就在牛市当中，所以美元指数跟比特币它就是呈现完全的负向的关系，负向的关系。那以太坊的话呢，目前好像走的开始有点强势哦。其实现在以太坊它正在接近一条趋势线，好像快突破了。那如果说突破的话，说不定也会是一个不错的入场机会。当然了，我们要观察一下有没有量能，但这里我会好好注意的。还有比特币，我会注意有没有抄底的机会，大概是这样。非常感谢各位，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送你$30的现金，而且你完全都不用做任何交易，你就可以直接把$30的现金给直接提币走，或者是你只要质押$500一个礼拜，你就可以获得$60的现金哦，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，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。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注册，那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